醫師教你不要浪費錢這個系列新的一集蘋果肌拉提，到底怎麼樣是有效的蘋果肌拉提呢？很多人呢做了蘋果肌拉提，他以為他去做手術拉皮了，他蘋果肌就可以有效的提上去，可是他拉完以後他很失望，他覺得我的側臉緊得要命，內側還是沒有，怎麼會這個樣子呢？我們來看一下到底蘋果肌拉提要怎麼樣做手術不浪費錢。身為解剖美学的奠基者，我始終堅持解剖分層為基礎，結構力學來設計，安全優先是原則。因為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。最後一個主題就是手術拉提蘋果肌。手術拉提蘋果肌其實是很困難的一樣技術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中臉這個地方，它不止韌帶多，它的表情肌非常的複雜，它的神經走向非常的複雜，然後這裡還有一多列的血管。偏偏啊，我問你啊，我們臉最垂的地方是外側還是內側？內側嘛，對不對？偏偏它是最垂的地方，所以有很多人他做完手術之後，他覺得哇，外側緊得要命，內側還是一樣垂，非常常見。所以中臉拉提，我剛剛前面就提了，它其實是拉提外科的一項修煉。做中臉拉提在以前很常使用一個方式，就是從眼睛這個地方開。這個方法好不好？也不錯，但是它有它的局限在，我們要慎選 case。什麼意思？我們來看一下啊，它其實呢就是開眼袋的方式，從這邊打開，然後呢進去做一個拉提。可是問題來了，我們臉這個地方不是有韌帶嗎？因為眼睛這個地方哦，傷口比較小，就跟眼睛一樣寬，所以一般而言，我們如果從這個地方開，這個眼眶空間打得開的。可是問題是下面這些韌帶它打不開。首先，我們眼睛這個位置，你沒有辦法說哦，把眼睛拉開完還得了，醒過來眼睛也裂開這麼大，不行嘛，對不對？它的傷口就是得要這麼小，所以我們從眼睛下面這個地方開的話，它最主要能夠處理的範圍大概就是這一區。如果你今天蘋果肌下垂是偏下面這一區，靠近法令紋的這一區的時候，你會發現用這個方式它的效果不是很理想。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聽到醫師跟你說啊，我開眼袋的時候，我可以順便把你中臉吊上去，啊，他很開心嘛，有人多做的嘛，對不對？可是做完以後你會發現，好像法令紋改善很有限。所以請大家弄清楚一件事，從眼睛下面做蘋果肌拉提，它最主要拉的是上半部的蘋果肌，下半部靠近法令紋的蘋果肌它是拉不到的，第二個就是如果你的蘋果肌很大的人，很重的人，你從眼睛這個地方去開要小心，一個不小心會怎麼樣？會造成眼袋外翻。為什麼？太重了就會把你的眼睛往外扯，像做鬼臉一樣。所以手術拉提蘋果肌從眼睛開，只能改善上半部的蘋果肌，下半部針對下蘋果肌，針對我們的法令紋，效果是不好的。那手術拉皮呢？很多人都以為手術拉皮是最強的，它一定可以改善我們中臉的問題，真的是這樣嗎？我之前有好幾集的節目我在介紹手術拉皮，歡迎大家回去看哈。我們最近最新的這個在講手術拉皮的分類，我覺得那一集講得非常的清楚。如果你對手術拉皮興趣，你一定要看那一集，那一集我真的覺得很棒哦。我們手術拉皮裡面其實分很多種，不管你今天你做的是傳統拉皮單層次的，或者你做的是10幾年前的筋膜拉皮，都有一個最大的問題，就是他們最主要做的區域就是這一區，就是眼角以外的區域，他們就是借由扯眼角外面的這一塊來改善你的內側。但是問題來了，我剛剛不是說我們的中臉的韌帶最主要一個在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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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個在這。你會發現這個做法基本上它的力量大部分都被我們這些韌帶擋住了。它是間接的拉提，所以很多用這種傳統拉皮方式，或是用一般的筋膜拉皮方式在拉的時候，它剛做完很理想，有的做完幾個月，有的做完1、2年、2、3年，它的中下臉就跟沒拉一樣，它的蘋果肌是的，所以你會發現很少醫師他在做手術拉皮的時候，他敢強調他的中臉拉提力量非常強大。可是
現在我們這種3層次拉皮 extended deep plan 的 radiectomy 哈，我們不隨便亂取名字，我們講真正在醫學上的名字是這個。但是我每次都講一段英文，大家很難念，所以我們把它取名叫3層次。3層次拉皮它真正做的範圍，它做到內側。它做到靠近我們的鼻翼旁邊，它做到我們的嘴巴旁邊，所以真的有一些老醫師啊，你如果去問他說我們拉皮是不是做到內側，他說沒有啊，都是做到眼睛外側這裡而已。不是的，現在是可以做到內側。做到內側它意義什麼？我們可以直接肉眼看到你蘋果肌裡面發生了什麼事。對於有些人他蘋果肌下垂，這裡有一塊，我們可以直接把它平移上來。原本有貓咪紋的人，他平移上來的時候，他的蘋果肌下垂改善了，他貓咪紋也改善了，他法令紋當然也改善了。我們來看一下，這是標準一個老化的象徵。你看到什麼？他的蘋果肌下垂了，所以壓出了我們的法令紋。你看到什麼？它下垂了，它的貓咪紋變得非常的明顯。你看到什麼？因為它下垂了，所以它有全帶的問題。經過3層次拉皮之後，我們做到內側，你可以看到它蘋果肌上去了。它貓咪紋同時改善了，它的蘋果肌就是挺立的，它的全帶也改善了，一樣的道理。看到剛剛那個是一個男生，現在是另外一個女生，你看到什麼？它蘋果肌下垂了，下垂了之後，你會發現它的中臉蘋果肌很凹。很多人看到這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麼？啊，趕快填，趕快塞，這樣真的對嗎？你想想看哈，它已經是一個鬆弛的狀況，你再填東西進去，剛開始它是飽滿的。可是它是鬆的，它根本 hold 不住你填的東西，所以你填進去的東西反而是一個加速它下垂的因素。這種狀況，我們做3層次，我們把它的蘋果肌往上提，你發現一件事，它的蘋果肌下垂改善了，然後我們沒有填任何的東西，它的蘋果肌也比原來飽滿。事實上有一個研究，他們研究3層次拉皮，它術後去做3D 掃描，它的蘋果肌在做完手術之後，它沒有填任何的東西，但是它的體積會平均增加1cc 到1.8 cc。你不用填任何東西，只是靠拉提而已，它就會上去。這跟傳統不一樣，傳統如果你是從往外用扯的，你的臉都是扁的，好，是不一樣的哦。這是另外一個案例，你看很多人他會告訴你靠近鼻翼旁邊這一塊是無解的，可是3層次拉皮，因為它會直接做到內側，所以你看到它的蘋果肌上提之外，大家很多人最討厭鼻翼旁邊最深的這一塊，它都可以改善。而且3層次拉皮，因為它已經做到內側這個地方來了。它既然已經做到這個地方來了，你會發現它不僅把蘋果肌上提，我們可以把邊緣這些多的組織拿掉之後，再從這裡直接拿來填這個凹陷的部分，拿你不要的組織來填你凹陷的部分，直接填到這裡來，因為我們已經做到這來啦。我們再看，那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案例，這個在以前啊，在古代就是安慰他算了，年紀大了就這樣吧。因為中臉太難做，可是現在我們可以明顯的把這一塊下垂的蘋果肌把它變成挺立，這絕對是同一個人。你看他的鼻子就知道，然後你可以看到蘋果肌下垂改善了，這個蘋果肌就是年輕人的蘋果肌，它是挺的。我們把這個下垂的這塊蘋果肌重新復位，它變挺了，所以它的蘋果肌沒有這樣垂之外，它這個凹陷也改善，然後它的全帶也改善。而且因為我們都已經做到這了，你看這個細紋在以前是很難解的，我們現在可以把多餘的你不要的筋膜直接拿來填在，直接拿來塞在凹陷的細紋上面。你可以看到馬上年輕非常的多。一樣的案例我們有非常的多，歡迎大家可以來詢問我們。看完這集之後，你是不是就會發現，很多時候你聽說我們從眼下這個地方可以同時拉蘋果肌，這個效果是很不 OK 的，有很多的問題。所以以現在整個世界醫學美容各種研究論文的趨勢，並不贊成從眼下拉蘋果肌，是從側臉這樣去拉蘋果肌，它的效果就非常的好。但是從側臉拉蘋果肌，我們就要小心怎樣，它拉出來是扁平化的。你如果只是側面這样拉，那你的蘋果肌是扁的，是不好看的。那這個時候就要用新式的3層次拉皮。3層次拉皮裡面現在有一個新的方法，我們可以把這個內側這個地方組織做一個復位。那這樣拉起來，結果是你的蘋果肌是上提的，同時呢，它也不會是扁平化的這個狀況。所以3層次拉皮，它早就進入 Pro 版。Pro 版它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樣。我們做的方式是更內側，技術要更好，技巧更高。這個方法，我們從內側這個地方進去的時候，我們會在裡面做這一塊蘋果肌的復位。
比如說我們看這個客人，你看他在術前這個地方，就是我剛剛說這個三角區有一個凹陷，我們把蘋果肌復位上來這個地方，我們把嘴邊肉復位上来這個地方，你看他的臉型是不是就順很多？而且它做起來就沒有扁平的感覺，颧骨也沒有大的感觉。你看它術前的時候，很明顯有凹陷的这個三角區。我們把蘋果肌做復位，我們把嘴邊肉做復位。它做完的時候，你會發現，它年輕很多，可是它不是那種扁平感，而是真正的挺立感。這種做出來，它才是真正的 OG curve， 真正年輕人的樣子，真正有折疊度的樣子。那今天的節目呢，講到了關於手術要怎麼有效的做蘋果肌的拉提，不要做浪費錢的療程，千萬要記得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哦。如果你有什麼問題，趕快加我們的 Line WeChat 或是 WhatsApp 來跟我們聯絡。那如果你覺得我們的節目不錯，也可以把這個節目推播給你的朋友。如果你把我們節目推給你朋友，趕快跟我們小編講，我們小編呢會把《微整聖經》這本電子檔我的著作呢傳給你看，讓你在求美的路上會有更好的、更滿意的一個效果。順便公告一下，新的《拉皮聖經》這本電子書也快要制作完成了，有興趣到時候也可以跟我們小編要。那我們節目就到這嘍，拜拜。